Hello，大家好，我是探海烟阿峰。昨天没有更新视频，主要就是我在油井打鱼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昏迷的这个状况，然后家里人看了之后呢，昨天反应太大了。我妈看到之后，我小妹还有我老婆，他们看了我昏迷的时候，他们都哭了。然后昨天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所以昨天就没有更新视频。在我回来之前呢，已经跟他们大致的讲解了一下过程，就是遇到危险之类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不了看到我昏迷的那一刻。在这里，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对自己的家人说一声抱歉。当然了，我也看到了我们广大粉丝网友这1000多条评论当中，都是对我的满满的关心还有问候。其实这个视频呢，我并不想把它放上来了，但是后面想想，这个视频可以起到劝退很多看了我们视频之后有想法过来跟我们学习潜水打鱼的人。也许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一年要劝退很多过来找我们学习这个潜水打鱼技术的很多很多。这次可以让大家很明白的看到潜水捕鱼的危险性。我在评论区里面也看到大家对我们除了关心问候以外，还有更多的就是建议我们改行。其实我跟老表都热衷于这个潜水捕鱼，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鱼叉的使用呢，这个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人类使用这个树叉作为鱼叉的捕鱼的一种工具，发展到现在，鱼叉呢也越发的先进耐用，但是呢，有人却反对批评我们这样的捕鱼方式有点残忍。渔民的职业就是捕鱼，潜水捕鱼相对所有的捕捞方式都具有环保性，对渔业资源可持续性，这是传统的捕鱼文化，历史呢已经非常的久远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当然了，我并不希望潜水捕鱼能够发扬光大，因为它的危险性仅次于底装飞行，但是它可以作为传统捕鱼文化的一种存在。我们这次的油井大深蓝打鱼呢，这个经历差点就变成了第2个冒险王，还好我有一个过命的搭档，就是老表。这件事情呢，也让很多网友看着真的也很揪心。在这里呢，我表示感谢，还有抱歉。这是我们在这个井下打鱼遇到危险，我想把这一次的过程分享出去，因为我知道在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潜水捕鱼，希望我这次的经验对他们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冒险，也不要去挑战。其实我这次潜水捕鱼犯了很多的错误，一直以为自己很年轻，所有的那些小毛病都可以扛得住。出发的第1天晚上，我们在当地一个宾馆住宿，但是那天可能是过于兴奋，我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第2天早早起床就随便吃了一点早餐就出发了。更加不好的就来到这个油井平台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的浪非常的大，风浪大对我们在水面调整呼吸非常不利的。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水之前，我穿的潜水服比较薄，但是呢，我是带了2套潜水服的，一个比较薄，一个比较厚。但是穿得加厚的潜水服呢，在水下行动就会有点笨拙，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个比较薄的潜水服下潜。在我第1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下到15、16米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水特别的冰，这体温呢流失的也比较快。还有就是第1潜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配重超重了，因为在水下10米之后，我的自由落体下沉的非常的快。这2个错误呢，我一直都没有重视，但是心想就打几条鱼之后，我再上船把衣服换一下，配重减少，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去做调整。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有20分钟的时间，我跟老表是分开来打鱼的，我们就没有遵守这个潜伴规则。如果这一潜昏迷是发生在我跟老表分开打鱼的这20分钟以内，
这个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烘米的这一潜。在水面调息大概是3分钟，然后我就开始下潜。在下潜的10米深度的时候是非常正常的，开始下到15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寒冷，这个时候体温流失的非常快。15米之后呢，压力就越来越大，然后我自由落体的又非常快。我们在潜水过程中呢，肯定是要把这个矮压平衡给做好，要不然我们的耳膜就会爆掉。所以当时我下潜到15米之后，落体非常快，然后一直的在做这个矮压平衡，然后这个面镜太大，这个面镜平衡呢就来不及做，就开始下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开始有点模糊。但是还好，我就也及时调整过来了。发现这条鱼的时候，但是我看到下面有很多这个电缆，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不敢打这条鱼的。后面这条鱼慢慢的就向我靠近，我觉得有机会，我就想搏一把，能给它来个一枪致命。但是我错了，这条鱼直接来了个死亡缠绕，然后当时我就拽了2下，这个线轮就没有及时的松开，导致我在水下耽误了一点时间。后面我手动去松开这个线轮，就开始上浮。当我上升到13米左右的时候，因为已经回到这个温水层，人的反应马上就很灵敏。这个时候我就马上感觉到我的气不够，有点开始缺氧了。然后我抬头一看，看见了老表，然后看到了这个深度，我的第一反应我是上不去的。当时在水下21米的深度，水温特别的低，在那个时候我可能我的思维并不是很清晰，所以导致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当我在感觉到氧气不够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枪丢掉，也没有把配重给丢掉，所以我上到水面已经严重缺氧了，就导致了昏迷。还好老表非常及时的察觉到我的不正常，所以他很快就对我开始急救。这个就是我潜水打鱼以来最危险的一次，也就是差不多是命悬一线。这次真的要好好的感谢老表，还要感谢所有关心我的网友，还要再重复的唠叨几次。在我们中国呢，像我们这样打鱼的人应该都有好几百人。希望大家在潜水捕鱼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守这个安全守则，不要过于自信。我就是差点死在了自信。很多网友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呢，就是建议我们要带这个氧气瓶下去打鱼。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带氧气。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是休渔区，我们带氧气瓶下去打鱼的话，就属于一种商业捕捞，还有机械作业，这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我们习惯了去吸这个气瓶的气，那么以后我们在憋气打鱼是憋不了气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要习惯这种憋气去打鱼。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